亡灵修为恢复与本尊合体，杀回雪域国复仇，将整个雪域国封印。亡灵在炼魂宗遁天始祖的帮助下，修为已经完全恢复，封印也彻底破碎，而且亡灵的实力已经提升到了化神后期巅峰，并且古神本尊也晋升3星古神。炼魂宗对亡灵的帮助实在太大，让亡灵对遁天始祖非常感激。亡灵也承诺将来定当尽力带领炼魂宗迈向6级修真国。如今亡灵修为恢复，当初对他下手的人，亡灵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亡灵心中的仇恨源于2年前那场险些让他殒命，致使修为一落千丈的阻杀，而始作俑者李元峰已然成为他复仇名单上的首要目标。如今修为恢复，他眼中杀机迸发，毅然踏上复仇之路。此时的亡灵心中早有盘算，他深知李元峰虽强行提升至阴变期，却是阴变期中最弱的存在，而自己在本尊达到3星古神境界后，与分身合体，便有了与之抗衡的实力。怀揣着这份底气，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。1个月后，亡灵来到楚国境内的山谷里，此时周如正与小白玩耍，雷蛙警惕戒备，铁岩则在关键修行节点无限接近化神。与众人相见后，亡灵看出铁岩的潜力，建议其前往楚国都城感悟，还断言他3年内可突破化神。铁岩虽强作镇定，颤抖的双手却难掩激动，随后踏上修行路。亡灵将周如和小白一起收入宝塔，深吸一口气，右脚重重踏地，随着一股强大力量从地底涌出，处于御茧中的本尊破茧而出，眉心3个紫色星点旋转闪烁，散发着妖异光芒。本尊与分身对视一眼后，瞬间融合，真正的亡灵就此诞生。融合后的亡灵身上散发出蛮荒与威压并存的气息，天地为之色变，雷鸣骤响，大雨倾盆而下。站在雨幕中的他宛如魔神，目光坚定地遥望雪域国方向。他心中早已将雪域国李元峰、巨魔族老祖封印自己的孙泰列入复仇名单，而首当其冲的李元峰即将面对他本尊分身融合后的强大力量。一场惊心动魄的复仇之战已然拉开帷幕。亡灵指尖轻点眉心，神秘的天逆珠子缓缓浮现，紧接着从储物袋中取出的木灵结晶闪烁着青芒，这是他在与红蝶的激战中获胜的奖励，是朱雀子硬从红蝶那里分割的一部分木灵。根据司徒南留下的线索及其金木水火土5灵，天逆珠子便能彻底圆满，认主后发挥出惊天威能。随着木灵结晶与天逆珠子相触，结晶瞬间消融，珠子上的树叶花纹如活物般绽放，直至完全舒展，只差精灵，这件至宝便可大功告成。但仇恨的火焰在亡灵心中熊熊燃烧，他决定暂且搁置收集精灵的计划，将复仇的锋芒直指雪域国的李元峰。亡灵跃上雷蛙头顶，雷蛙奋力一蹬，地面轰然皲裂，如离弦之箭般冲天起。文兽现身与雷蛙嬉戏打闹，看似轻松的场景下，亡灵望向雪域国的眼神却冷若冰霜，暗藏着无尽杀机。此时的雪域国早已不是昔日4派联盟的碧绿青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，刺眼的血光让人难以直视。当地凡人摸索出独特的护眼之法，在这片冰雪世界中艰难生存。随着雪域国晋升为5级修真国，其繁华程度与日俱增，而位于雪域国中心的冰雪神殿更是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最神圣的存在。这里正是雪域国唯一的阴变修士李元峰常年闭关之处。李元峰强行突破阴变期，根基不稳，又遭孙泰仙雷重创，伤势恢复异常缓慢。尽管四周仙气缭绕的巨冰日夜疗伤，却依旧难以根治。2年来，他多次派人前往朱雀山向红蝶求取仙玉，却屡屡被拒之门外。想到自己因追杀曾牛受伤，如今却被红蝶冷落，李元峰心中满是怨愤。经过2年的苦苦支撑，他估算还需1年时间才能彻底恢复伤势。亡灵踏入雪域国边界，望着这片土地，往昔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曾经的4派联盟都城，那条充满回忆的街道，承载着他与大牛父子3代人的点点滴滴。短暂的惆怅过后，亡灵毅然转身，向着冰雪神殿进发。在风雪呼啸的青石广场上，亡灵的身影从虚幻变得清晰。当李元峰看到这个曾被自己重伤的人不仅完好无损，还突破至化神后期，震惊之色难以掩饰。3位老者迅速现身阻拦，亡灵却毫不留情。他脚步一踏，大地崩裂，一声碎，半座大殿瞬间化为飞灰。面对阻拦的老者，他一拳便震碎对方肉身与元神，本尊与分身融合后的恐怖实力展露无遗。李元峰慌忙操控8块巨冰将自己包裹，试图抵挡亡灵的攻击。然而亡灵的拳头如雷霆万钧，连续的轰鸣声中，冰块碎裂，冲击力将半座冰雪神殿彻底摧毁。李元峰狼狈地冲出，扬言要让亡灵付出代价，却不知等待他的将是更猛烈的攻势。2人激战正酣，惊动了雪域国的17位化神修士。他们深知李元峰对雪域国的重要性，一旦他身死，雪域国将面临国籍跌落的危机，纷纷赶来支援。面对群敌，亡灵眼神平静，只吐出一个字：滚！这一声怒吼如古神降世，瞬间响彻天地，云层消散，空间裂缝密布，大地崩裂出深不见底的沟壑。
化神修士们如遭重击，纷纷口吐鲜血，惊恐退去。这一字之威，不仅展现了亡灵恐怖的实力，更标志着他分身与本尊融合后，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变异。他既是拥有化神后期修为、掌握生死意境的三星古神，也是兼具三星古神肉身与强大神通的修真者。此刻的李元峰终于意识到，自己面对的不再是昔日的猎物，而是一个足以颠覆一切的强大对手。一场决定生死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开始。面对亡灵的步步紧逼，李元峰强作镇定，喝令手下化神修士退至万里之外。这些修士来势气势汹汹，此刻却心惊胆战。亡灵那一字震退众人的恐怖实力，早已在他们心中刻下深深的畏惧。亡灵身形如电，腾空而起，拳锋位置，破空之声已响彻天际。2年前的恩怨在此刻化作无尽的杀意，随着拳头轰然落下。李元峰神色阴沉，祭出一个黑皮小鼓，诡异的声响如心脏跳动，妄图扰乱亡灵的心神。然而亡灵不为所动，低吼一声，强行冲破这股奇异之力，一拳击碎小鼓，继续紧逼。见小鼓失效，李元峰不甘示弱，吐出金光化作10丈冰雪巨人，藏身其中发动攻击。亡灵大笑一声，凭借三星古神的强悍肉身与巨人正面相撞，每一次拳拳相击，大地为之碎裂，天空裂缝密布，亡灵几乎感受不到痛楚。反观冰雪巨人，身体裂纹不断蔓延，在亡灵的重击下节节败退。李元峰，今日你必死！随着一声大喝，亡灵撞碎巨人，将李元峰重创。恼羞成怒的李元峰不惜修为跌落，施展应变修士的强大神通，将意境实质化。晶莹剔透的茶叶环绕四周，散发着奇异香气。而这场战斗对亡灵而言，不仅是复仇，更是为踏入应变期积累经验，同时探寻司徒南断臂虚影的线索。面对李元峰的意境攻击，亡灵沟通天地，祭出巨大的生死轮回轴，眉心星点急转，身后浮现顶天立地的虚影，抓住画轴展开。这奇异的景象让李元峰目瞪口呆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道灰气幻影已然袭来。尽管幻影与李元峰的茶痕同归于尽，但亡灵的元神也一阵虚弱，画轴与虚影消散。李元峰虽受重创，却仍不甘心，强行调动仙力，手中出现仙力结晶，威压四溢。亡灵也毫不示弱，祭出魂幡与劲幡，无数魂魄与劲气化作黑雾环绕。李元峰施展出蕴含仙力的冰球，看似普通的法术，却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。魂魄与劲气一触即溃，亡灵却不退反进，挥拳击向冰球。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，整个雪域国剧烈震颤，大地碎裂，雪层坍塌。亡灵虽被震退，拳头颤抖，却更加坚定了对应变期的渴望。他深知，若能操控仙力，手中的法宝将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威力。此时的李元峰因强行提升修为，仙力透支，身体止不住的轻颤，但他眼中的疯狂并未消退，仍妄图置亡灵于死地。李元峰祭出蕴含仙力的冰球，疯狂攻击，连绵不绝的撞击声中，雪域国大地裂痕纵横。亡灵虽被砸入深坑，但他衣衫破损，却目光如炬，以强悍肉身硬抗下这波攻势，缓缓从烟尘中走出。见攻击无果，李元峰祭出最后的杀招，一对神秘铜钟，咬破舌尖，以精血祭炼后，铜钟化作2只散发阴寒黑雾的断臂。这正是亡灵一直追寻的与司徒南有关的关键线索。然而今时不同往日，融合后的亡灵实力大增，面对黑雾人影，他双拳挥出，轻易击溃黑影，施展多重封印之术，将断臂牢牢困住。李元峰见势不妙，转身欲逃，却被亡灵以古神肉身的速度瞬间追上。几番重击之下，李元峰重伤倒地，绝望中竟妄图以应变期自爆玉石俱焚。亡灵冷静道出真相，自爆不仅伤不到自己，反而会让整个雪域国陪葬。权衡之下，李元峰放弃疯狂举动，甘愿受缚。亡灵施展抽破之术，一代枭雄李元峰的应变期魂魄被封印入储物袋，彻底殒命。亡灵随即控制住与司徒南相关的断臂，强势震慑雪域国。他以神识宣告，禁止雪域国存在化神以上修士与修真门派，并施展强大意境，将该国所有化神修士修为封印，令雪域国从5级直降为3级。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过后，亡灵的威名如惊雷般响彻朱雀星，战胜应变期修士，封印一国强者，改写雪域国命运，种种壮举让他坐实应变期下第一人的称号，甚至有人猜测他已踏入应变境界。